我耗盡所有資源培養了一位絕世女劍仙，可她卻在出師那天向我揮出了致命的一劍。對此我不但沒有半點難過，反而露出了欣慰的笑容，只因我是人人得而誅之的魔道少主，而她卻是仙门正道的天命之女。還記得16歲那年，那時我早就憑借前世的記憶發明了香水、肥皂和鏡子，讓林家一躍成為徐國最富裕的家族。而在20歲那年，我在親眼見到仙人並意識到這是一個修仙世界後，便帶着大量銀兩前往太乙門拜師，結果卻被守門弟子坑了一把，被趕下了山。那是命運徹底改變的一天，從此魔道多了一尊煞氣滔天的大魔頭，而蘇瑤一直都是正道領袖，用多少華麗的詞藻來形容他都不過分。我們作為正道與魔門年輕一輩中的翹楚，曾多次交鋒，互有胜負。我對蘇瑤並沒有仇恨，只是立場不同而已。加上我擁有2世記憶，自然不願做一个纯粹的魔頭。有一次，我們在廝殺中雙雙墜入深淵禁地，相依為命數月才逃出升天。本以為雙方劍拔弩張的關係能夠緩解，可蘇瑤回去後，竟拔出了那把數千年來都無人能撼動的太乙門至寶戰龍劍。待到再次重逢，他一襲白裙，手持仙劍，眉心刻着可以摒除一切雜念的上古絕情心印，竟是要殺我。此時蘇瑤冷冷開口，聲音如寒霜一般，不帶任何感情。林墨，我殺你並非私人恩怨，自古正邪不兩立。你是魔門少主，你死後，魔門方徹底分崩離析，洞天界會迎來難得的太平日子。我有的選嗎？我當年何嘗不想拜入仙門？可太乙門的守山弟子暗示我交錢就能進，我把所有盤纏都給了他，結果他卻以賄賂之名將我趕下山。若不是他，我豈會半路被馬匪劫掠，又豈會被獻給魔門做僕人？我在魔門被折磨到奄奄一息，快死的時候才被測出修煉天賦。我不想修魔功，可不修就得死。這些年來，我雖殺人無數，卻從未殺過一個善良之人。我問你蘇瑤，我有得選嗎？黑龍城、天陰寺、金剛山，這些仙門勢力，哪個不是被你們魔門所滅？魔門做的惡數不勝數，你身為魔門少主，莫非不該算在你頭上？黑龍城的那頭黑龍殺了我姐，我不該滅他們滿門嗎？天陰寺用坑蒙拐騙的手段收集世人信仰，讓人甘心奉上陽壽，我爹娘因此而死。金剛山交換信徒一地血跡，此等手段比魔門更狠。你們這些道貌岸然的仙門勢力，整日以正道自居，可其中究竟藏着多少骯髒勾當？再來一次，我還是要殺光他。還有你蘇瑤，你了不起，你清高，你是洞天界唯一的天命之女，一路機緣不斷。你這天上的真仙，何曾低下頭看過我們這些螻蟻？最後若不是那把獻祭，我又怎麼可能被你擊敗？蘇瑤美眸一凝，似乎有所動容，她猛地捂住腦袋，眉心處一道符文閃爍不定，那是師尊為她烙下的絕情心印。片刻後，蘇瑤重新抬起俏臉，美眸中充滿寒意，一劍刺出。廢話真多。天穹剎那間失去了所有光彩，連暴雨也驟然停歇，伴隨着真龍的嘶吼，我被那道快到極致的劍光貫穿了心臟。劍光純粹，內含道玉，這是達到劍仙的標誌。蘇瑤赫然已是洞天界唯一的劍仙。你所代表的就是正義嗎？魔門已經在我帶領下逐步改邪歸正，你殺了我，他們只會更加瘋狂，到時候洞天界還是會生靈塗炭。還有，我死了，你能問心無愧嗎？你那顆仙心真能證得圓滿嗎？親手殺了你這尊魔頭後，太乙門即為正統，從此將領袖洞天界仙門勢力。忽然他心臟猛地一疼，胸腔裡那顆缺了一角的仙心上竟然開始有裂縫蔓延。蘇瑤俏臉煞白，這不可能！殺死林墨這魔頭後，我的仙心理應證得圓滿才對。師尊一直都是這麼跟我講的，為什麼會這樣？他控制不住的流下淚水，雙手慌忙去擦，可怎麼也擦不乾淨。光潔的額頭上，絕情心印瘋狂閃爍紅光，想要將他的思緒挽回，可在極致的心痛之下，絕情心印驟然崩碎。良久，他才如夢初醒般抬起頭，纖細的身軀站立不穩，淚眼婆娑的美眸中滿是痛苦。莫哥哥，是我錯了。當年在深淵禁地靈力耗盡時，他也是這般無助，只是他親手殺了那個曾將他拉出深淵的少年。而原本以為已經生死道消的我，卻再次睜開了雙眼，環顧四周，一切陳設都很熟悉，我塵封的記憶逐漸甦醒。這是天水城林家，沒想到被蘇瑤殺死後，我竟然重生了。本以為我這一世的性命徹底結束，沒想到老天居然讓我重生到了18歲這年。也就是說，此時的蘇瑤才17歲，還未踏上修煉之路，手無縛雞之力。想到這裡，我稚嫩的臉上浮現出一抹邪笑。蘇瑤，你且等好了，我這就來捏死你。激動過後，我靜下心神，開始為未來做打算。林家是最低級的凡人家族，沒有修士坐鎮，再多的財富也是空中樓閣。我自己需要先踏入修煉一途。修士和凡人是兩個世界，修煉入門需要吐納法，凡人家族想要接觸難如登天，哪怕付出所有錢財也未必能買到。但我作為一步步爬上去，被魔道重點培養的少主，坐擁無盡修煉資源，各種名貴功法信手拈來，這都不是問題。我盤腿坐起，腦海中浮現出玄輪吐氣訣，這是洞天界最頂級的胎息淨吐納法，共有6品。
前世我就是修煉奇才，無論修道還是修魔都能有所成就。可惜最早在魔門身份低微，接觸不到頂級的胎息法訣，只能吞吐雜氣。修煉一步慢就會步步慢，哪怕天賦異稟，實力滔天，也照樣比蘇瑤差出一線。蘇瑤早早加入太一門，吃穿用度、修煉法門皆為頂級，洞天界先榜之上。我跟蘇瑤輪流佔據前2，然而蘇瑤佔據第1的時間明顯更長久些。先踏上修行路再說。我腦海中默念玄輪吐氣訣，緩緩開始吸收天地靈氣。修仙6境分別為胎息、煉氣、築基、子府、金丹、元嬰，每一境都有初期、中期、後期和巔峰4層。可惜洞天界靈氣不夠充盈，前世無論我們何等精彩絕豔，都只是金丹境巔峰，難以凝聚元嬰。天水城這般凡俗之地，也有天地靈氣，只是非常薄弱，不利於修行。然而玄輪吐氣訣是洞天界最頂級的胎息境法訣，只要有靈氣就可運轉。毕竟法才履地，法占第1位。半個時辰後，我引導氣海穴內的靈氣走遍全身，最終凝聚於眉心處。整個過程似胎兒呼吸，張弛有度。隨着靈氣在眉心處發散，我眼中綻放光芒，真不愧為洞天界最強胎息修煉法訣。僅半個時辰，就讓我踏入了胎息境。我咬了咬牙，不由得想起了前世在魔道做仆人時，千辛万苦才換來一卷雜氣吐纳法。那時自己如獲至寶，苦修1年，終於踏足胎息，興奮無比，卻也為後來輸給蘇瑤埋下了隱患。收回思緒，我渾身靈氣湧動，瞳孔中滿是狠辣，抬手凝聚靈氣，化作利刃斬向前方。那張銅鐵鑄造的符案被當場削開，分為2半，切口處平整無比，哪怕凡俗間最鋒利的寶劍也不過如此。我要滅了那群偽善的仙门，我要庇護家族，待他們長生。我要狠狠教訓蘇瑤，報前世夺命之仇。林墨，你可算是醒了，真把爹急死了。渡河流沙，几句3日月沧桑尽变幻。那是多少红颜换一声长嘆。谁曾巨鹿踏破了情关，千里冰河雪。何时风轻云淡？长枪策馬平天下，四番訣別卻為難。一生於心，心淚眼已潸然。與君共飲這杯中冷暖，西風徹夜回憶吹不斷。醉裡挑燈看見且無闌珊，台下一曲離亂，楚歌生死茫。爹，我沒啥事了。家族如今能拿出多少銀兩？半個時辰內300萬兩沒問題，多了就要影響家族生意運轉了。都拿給我吧。好，爹這就去拿。爹，你不問我做什麼用嗎？我神情複雜，前世游走於修煉界，經歷各種爾虞我詐，深知那群老怪物的陰狠手段，所以從不輕信任何人。如今重生，內心的防備一時間難以卸下，於是多嘴問了一句，林守才卻滿不在乎。外人都以為爹有本事，實際上爹最清楚，這個家是你和你姐撐下來的，爹不過只是台面上的掌櫃，尤其是你，爹對你還不放心嗎？麻煩爹了。待到林守才走後，我開始盤算起來，300萬兩銀兩放在凡俗家族，絕對是一筆巨款，能讓數代人吃喝不愁。可拿到修煉界，頂多換來些靈石和符籙，雖然不多，但也足以支撐自己度過前期了。徐國有一處只有修士才知道的坊室，我先拿銀兩去買些靈石、符籙傍身。等爹和姐姐都踏上修煉之路後，就立刻動身去尋找蘇瑤。算起來，如今17歲的蘇瑤應當正在隔壁越國的飛牙城當起兒呢。前世我們身陷深淵，境地相依為命時，曾相互袒露過心扉。別看蘇瑤如今氣質清冷，是太一門首徒，實則她少年時期非常悲慘，從小無父無母，被農戶收養長大。在一次妖亂中，村落被滅盡，只有蘇瑤藏在爛泥裡逃過一劫。那時17歲的她只能跟隨流民逃入飛牙城，沿街乞討，直到2年後才被出來遊歷的太一門長老發現，帶回宗門修煉。從此凡俗界少了一個小乞丐，修仙界多了一位女劍仙。這時一位身段玲瓏的少女走了進來，她生的一張姣好的面容，正是我的姐姐林莫寧。她經商天賦恐怖，是林家商會真正的掌舵人。她美眸中透着關切，一進來就對我噓寒問暖，直到發現我身體無恙後，林莫寧才鬆了口氣。她摸了摸我的腦袋，輕笑道：“弟弟安心吧，推你入水的那幾個小子，我已經安排人解決了。”我心裡一陣感動。前世林莫寧拜入黑龍城後，仍然心繫我，雖難見面，卻不斷為我送去他煉製的丹藥，直至他發覺要被害時，仍然沉穩地完成了最後一爐丹藥的煉製，並請求黑龍王將其送到我手中。這些是黑龍王死後，我從他殘留的記憶中讀到的。我快速收拾好情緒。姐，他們年紀不大，出手卻狠辣，背後大概率有組織培育，最好再派一些人去徹查他們的組織。這等禍害，
一定要斬草除根。说完，我神秘一笑，单手结印，灵气化作数尺长的白色利刃，刺得林莫宁有些睁不開眼。他忍不住捂住嘴巴驚呼：“小莫，你怎麼會仙人的手段？”雖然我掉入河中差點溺亡，可也得到了不費的機緣。河中有一卷修煉法訣，我將其小心背下來後，扔入了魚腹湖。說着，我催動利刃，又將銅鐵符案斬為了4瓣。以往只是聽說有仙人，還以為只是書中戲談，卻不料是真的。徐國是邊陲小國，凡俗家族幾乎不可能接觸到修仙之法。林莫寧很快冷靜下來。小莫，你做得對，那修煉法乃是仙人之物，萬一將其帶回来，恐有滅族之禍。姐，這套修煉法我來口述，你且記在心中。我將玄倫吐氣訣口述了一遍，同時又附上一篇高深的控火之術。姐姐擅長煉丹之道，一旦踏入胎息境，就可提前學習控火。仙法果真妙不可言，先前的財富積累都是笑話，別人想要，隨時可以強取豪奪。姐姐離開後，我爹林守才也送來了銀票。當天夜裡，我便披一襲黑袍，牽了匹快馬，迅速離開了天水城。次日午時，我獨自站在徐國皇城郊外的湖邊，同時和我一起的還有數名男女，個個氣度不凡，都是修士。半月湖，徐國唯一修士訪視的所在地。我被黑袍罩住全身，加上比同齡人高大些，旁人倒也認不出我才18歲。不一會，一艘舟船行來。諸位可都是來訪視交易的？眾人點頭，老者停穩後，請眾人陸續登船。湖心始終停靠着一艘樓船，船上有數名身穿鐵甲的侍衛鎮守。舟船靠攏過去後，數名修士步伐輕鬆，一躍跨過。樓船內別有乾坤，一共3層，分類齊全。不僅徐國修士，就連旁邊越國的修士偶爾也會前來。在下金川張甲，所求8張火球符。手頭靈石不夠，可拿物來抵。有修士率先開口，我掃了他一眼。前世這金川倒是塊福澤之地，一場靈雨讓張家數名弟子突破到煉氣7，一躍成為徐國主要豪強之一。可惜後來得罪了越國世家，被一位築基仙休滅了滿門。我思索着，從時間上來推算，那場靈雨差不多就在這幾年，倒是可以憑借前世記憶操作一番。隨着眾多修士各自開口，道出目的後，很快輪到了我。我刻意壓低聲音後開口：我這兒有300萬兩銀票，換些靈石符籙來用。300萬兩，道友莫非以為這裡是凡俗商會？身為修士，大部分時間不會使用凡俗銀兩，拿銀兩來訪視交易，不是土包子是什麼？我聲音沙啞，開口解釋：不過是家族麾下那群凡人今年的上供而已。家中長輩送我隨手花用，不值一提。頓時，其他修士不說話了。這凡人家族一年上供300萬兩白銀，放在徐國都能抵小半個首富家族了吧？一時間，周圍滿是敬畏的目光。這時，一位容貌嬌美的少女笑着走上來，恰好我缺些凡俗銀兩，給麾下家族經商使用。平湖蘇家蘇有森，見過道友。我挑眉望向他。平湖蘇家，舉國數1數2的修仙家族，後世更是晉升成了修仙世家。若我沒記錯，這蘇有容很快就會被青雲宗收為弟子，並在10年後成功築基，最終踏足紫府境，成為一代真人，絕對算是徐國修士中的佼佼者。而平湖蘇家也將在他的餘蔭之下，飛速發展成為徐國第一世家，連皇室都要討好，屢次派皇女前去聯姻。蘇有容輕聲問道：道友，300萬兩白銀，想換多少靈石符籙？300萬兩白銀，作價8枚靈石，3張火球符。以平湖蘇家的財力，拿出這些應該不難。蘇有容聽完暗自心驚，雖看不清我的整張臉，可他能從我下半張英俊的面龐分辨出我年紀不大，可開口又這般老成，說明家教極好，才能培養出這般少年，大概率是世家子弟。既然是世家子弟，蘇有容不敢有任何怠慢，更何況我所說的價格非常公正厚道。想到這，他很快從儲物袋中拿出8枚靈石、3張火球符，這都是修士常備之物，並不稀有。我也給出數張銀票，是附近幾國都認的宋季錢莊，找不到溯源，留不下任何痕跡。蘇有容看過後點頭。另一邊，我拿着火球符檢查了一下，微微蹙眉。這火球符的威力比我想象中弱了不少，是你自家畫的嗎？周遭幾國符籙盛行，人人都會畫上幾道。見蘇有容點頭，我有些嘆息。也罷，小地方頂多如此了。聞言，蘇有容俏臉一僵，努力陪着笑。見目標達成，我不多做停留，轉身走出樓船。此地距離金川古道很近，可在附近暫時閉關，同時等待那場靈雨降臨。3天後，8枚靈石，我用去了4枚，修為距離胎息中期只差臨門一腳。就在這時，我忽然感覺體內好不容易凝聚的靈氣被一下抽乾，還沒等我有所反應，腹中竟突兀地多出一物。我瞳孔收縮，凝神閉氣，達到胎息境後，可以內視，親眼觀察每一縷靈氣的走向，也讓我得以看清腹中之物，竟然是那座神秘小鼎。前世我撿到這座小鼎，由於尋不出作用，便一直沒有理睬過它。如今小鼎莫名出現在我體內，莫非因為它我才得以重生？哪怕兩世為人，我仍免不了感到震撼。
這時我突然感到腹中一陣飢餓，差點暈過去。緊接着，從小鼎內傳出一股恐怖吸力，捲起了我手中剩餘的零食與火球斧，直直飞入了我口中。原本以為自己会被噎死，却不料整个过程没有任何感觉，就像是嘴里凭空多了一处黑洞，这是在吞噬。我感受到自己仿佛和小鼎血脉相连，有一股恐怖的吞噬之力，正在消化着零食跟符箓。几息後吞噬結束，小鼎內有熱流反饋出來，注入我四肢百骸。一瞬間我瞳孔收縮，難以抑制自身境界，竟是一口氣踏入了胎息中期。哪怕是洞天界最頂級的天骄，想踏入胎息中期也得10天半個月，而這一世我不過1日就達到了。前世沒有任何作用的小鼎，如今成為了我的依仗，這讓我激動萬分。蘇瑤，看來我還得謝謝你，若非你殺了我，我又豈能重生一次，親手去彌補所有遺憾。就在高興之餘，山洞外有雨點落下，同時送來陣陣清香，是靈雨降臨了。我面含驚喜衝出山洞。張家前世作為金川古道附近唯一的家族，自然是獨享了整場靈雨的造化。族內修士在靈雨滋潤下，修煉速度加快，沒幾年便紛紛踏足練氣。而這一世有了我這個變數，靈雨滋潤着大地，地上花草樹木愈發翠綠旺盛，許多山野走獸也抬起頭，渴求着這來之不易的恩澤。機緣造化本就無主，誰爭到就是誰的。隨着靈雨一滴滴落在臉上，我的笑容再也掩飾不住。片刻後，山下傳來此起彼伏的驚呼聲，顯然是張家修士也覺察到了靈雨的妙用。我腹內的小鼎不安分地旋轉起來，緊接着一股磅礴吸力從我口中湧現而出，如同長津溪水，瘋狂掠奪着這片區域的靈雨。於是天穹中出現了這樣一種怪象，所有靈雨都被吸力裹挾，開始朝着一處匯聚，還未落地，就已因為水汽全被我給吸了進去。怎麼回事？這靈雨怎麼拐彎了？快去源頭探查一下，這是獨屬於我張家的機緣造化，絕不能被外人染指。誰敢染指，殺無赦！只聽山下驚呼聲此起彼伏，很快就有幾道胎息境修士衝上山來探查原因。我心念一動，飛奔出幾里地，一步跨上那來時騎的駿馬。在離開的同時，還催動小鼎吸收靈力。在眾多張家胎息境修士的驚呼聲中，那水柱竟主動朝着遠處移動而去。眾修士面面相覷，摸不着頭腦。一位胎息巔峰的老祖怒斥：“愣着幹什麼？追呀！”其他修士這才如夢初醒，忙跟在後面。這靈力來得快去得也快，持續了一盞茶的功夫，10成靈雨只有1成落在了張家，其餘都被我給吸去了。那些修士一路追隨，終究未能追上，最終只遙遙看到一道身影，策馬大笑着遠去。張家老祖暴跳如雷，肺都要氣炸了。其他修士不敢抬頭，心底一片悲哀。這場靈雨本可讓張家延續數百年，卻被人橫空奪去。另一邊，我手中攥着一塊拳頭大小的黑色小鼎，這小鼎似是在體內吸得不過癮，直接現出了原形。好在它可以隨時被意念收回。此時我腦海裡已定好了路線，出徐國去越國。這麼做，一是為了防止張家找出蛛絲馬跡，二是正好自己要前往越國尋找蘇瑤。張家內有數名胎息境修士，更有胎息巔峰的老祖，萬一被追查到，恐怕整個林家都要遭殃。不如直接離開徐國，讓他們無跡可尋。這幾日我一刻不敢停下，好在小鼎非常給力，在吞噬完大量靈雨後，逐步反饋來精純靈氣，將我自身境界一步步朝上推着。一直到5天後，待我踏足越國飛牙城的那一刻，一身黑袍已然破爛的不成樣子，頭髮散亂，臉上盡是泥污，但我周身卻附帶有一股普通人不敢直視的銳氣。飛牙城3個月前剛經歷了一波妖亂，城外10幾個村落毀了9成，不少流民為了活命跑入城內避難。此時一名身形靈巧的乞丐正在奔跑。小乞兒敢偷我宋府的東西！我沒偷！他大聲叫着，可誰又會信一個小乞丐的話？眼看那壯漢越來越近，乞丐心急如焚。聽說宋府近來正在抓人，凡是被抓走的人再也沒出現過。他倉皇之下逃入了死路，轉頭望去，只見壯漢鐵塔般的身形已然擋住了巷子口。小乞丐倒是靈敏，讓爺爺我好費力氣。若乖乖就範，還能在臨死前吃一頓飽飯。乞丐如同炸毛的貓咪，渾身繃緊，他的手中牢牢攥着一枚白色珠子，這是村莊覆滅時撿到的。當日他躲藏在淤泥中時，曾聽那些妖怪說要尋找白玉珠，應當就是此物。這幾日他靠着吸收珠內氣息，身體愈發結實，連肚子也沒那麼餓，哪還能不明白此為仙物？這時壯漢抬起大手朝他抓來，千鈞一髮之際，手中白玉珠綻放光華，將對方胸口瞬間貫穿。正當乞丐繞過屍體要走時，前方莫名多了一位身穿紅袍的身影，他閃電般出手，小乞兒竟還身懷寶物。這青年臉色蒼白，時不時咳嗽2聲，一副虛弱的樣子。乞丐認得他是宋府少爺宋飛宇，竟是一枚煉氣劍的白玉珠。前段時日的妖亂，恐怕就是為了這白玉珠。不錯，最後兜兜轉轉，居然落入了我手。眼看利刃即將掠過乞丐的頭顱，一隻手突然從側面按住了利刃，緊接着單手捏住了宋飛宇的手腕，眼神玩世不恭地掃向乞丐。閣下是哪家的少爺？宋飛宇大駭，他可是胎息境中期，可凝聚的靈氣卻被我輕鬆崩碎，莫非來自哪個世家？你算什麼東西，也配殺他？說完，我手掌一動，靈氣凝成劍絲，穿過了宋飛宇的眉心。我撿起白玉珠，似笑非笑地盯着眼前的乞丐。蘇瑤，你也有今天。乞丐一怔，我怎會知道他的名字？但他跪倒在地，拜謝的聲音滿是稚氣。
蘇瑤謝過哥哥救命之恩。原本我想出手了结這段因果，可這一聲哥哥屬實把我叫住了。過往記憶紛紛湧上腦海，當初兩人在深淵禁地相依為命時，他也是如此這般，一口一個莫哥哥的叫着。前世哪怕身為魔道少主，我的心性也從未被侵蚀，反而帶領魔門逐漸改變。而且他畢竟是天命之女，那些专屬的机缘造化只有他才能夠獲得。我刚重生，急需修煉資源，殺了他雖說一了百了，可我什麼都得不到，還不如養着他，讓他替我去探索那些秘境。蘇瑤，我此行是專程来找你，我观你天赋异禀，未来有金丹之际，可愿做我的徒弟？蘇瑤瞪大了眼睛，不可置信。修仙能吃饱飯吗？你这不是廢話嗎？那我愿意。蘇瑤見過師尊。聽仙人要收徒又能吃飽飯，他二話不說跪在地上拜師，望着面前灰撲撲的臉，跟前世記憶中那張絕美的冷豔面龐重合。我一時間竟有些恍惚，前世的宿敵，如今竟成了我的弟子。走，为师帶你去買一身衣物。我淡淡開口，隨即舉步走出巷子外。蘇瑤連忙跟了上去，給自己和蘇瑤換了身衣服後，蘇瑤小心翼翼拉住我的衣角。師尊，能不能救救他們？宋府他們最近一直在抓人，說是要抓人去挖礦石，他們沒一個能回來的。師尊有仙人手段，只有你能救他們。真是毫無人性，跟妖魔有何區別？隨即便帶着他來到了宋府，一腳踹開了大門，接着一道利刃當頭斬去，將幾名凶神惡煞的侍衛當場格殺。其餘侍衛臉色大變，跪倒在地，連連磕頭。只聽院內傳來一聲冷哼，接着一道身影快步走出。老者察覺到我是胎息境境界後，瞬間面色煞白。聽說你宋府胡亂抓人去做苦工，而且在他們幹不動活後，就會殺了他們。不過是一些凡人而已，有什麼奇怪的？他們是凡人怎麼了？你還真把自己當仙人了。我獰笑一聲，周身附帶殺伐之意，拳頭凝聚靈氣，狠狠砸了過去，眨眼間便出手擊殺了他。解救了10幾個人後，我手裡把玩着那顆白玉珠，這白玉珠若給那黑頂吞噬，只能提升我一人境界，還不如換些靈石先給家族用。師尊，這白玉珠珠貴嗎？我看那宋家少爺也想奪走。我拿到白玉珠的這段時間裡面，他不斷吐出氣流鑽進我的身體，很多時候哪怕討不到東西，也沒有那麼餓肚子。聽到這裡，我忽然意識到了什麼。你還未踏入胎息境，更不懂吐納之法，靈氣為何會主動朝你體內湧入？我拿出白玉珠仔細放在眼前觀察，腦海中的前世記憶逐漸湧現。我這可不是簡單的白玉珠，這裡面有一抹破碎後所餘留的完整劍道傳承，正是他帶我踏入了修行之門。深淵禁地一處粗大的榕樹下，面龐絕美的少女靠在我的懷中，正輕聲為我講述着手裡那枚已經失去光芒的灰色玉珠的來歷。我的思緒紛飛，想着等蘇瑤踏足胎息，得到白玉珠內的傳承後，就可將劍法對外售賣，靠着售賣劍法所獲得的靈石，足以為家族布好法陣，也足以讓兩人在築基前都不需要再為修煉資源發愁。幾日後，我帶着蘇瑤回到了天水城，將白玉珠還給了她，又傳授了她玄輪吐氣訣。但我終究還是低估了蘇瑤的天賦，天生劍體，神劍之魄，有這兩樣存在，蘇瑤可謂進步神速，僅僅3天時間就到達了胎息境中期。而我搜遍前世記憶，最終選了一本3品吐納法，準備再去修士坊試換些資源。如今我已經是胎息境後期，加上持有的3品吐納法更是世家標配，整個徐國怕是無人敢動我分毫。果然，我才剛到方室，就引起各方驚呼，不少家族更是主動上來攀談。在換取了100枚靈石和一堆靈藥種子後，我將其交給了姐姐林莫寧。今年內我會收集材料，在雲澤山上布下聚氣大鐘。將來我未必有太多時間持家，要麻煩姐姐了。跟林莫寧交代完這些後，我便前往了蘇瑤所在的院落。蘇瑤見到我，連忙行禮。她這幾日每天都跟隨夫子學習規矩，學習如何尊師重道。看着前世那麼不可一世的女劍仙，現在一口一個師尊的叫着，我的嘴角不由得勾起弧度。好好修煉，爭取早日踏入煉氣。我背負雙手，拋下這句話後便走出了院落。我記得蘇瑤說過，煉氣初期的時候，她得到了第一個機緣。那次她接了個回越國的除妖任務，卻在妖洞之內成功開啟了一處遺跡，收穫頗為豐盛，獲得了大量丹藥，將她的境界直接推上了煉氣中期。我想着等蘇瑤進入煉氣境，我就帶她前往那個越國妖洞除妖，順帶把那遺跡探索一下。此時黑風寨內，二當家的，咱們在好幾座城裡布置的眼線都被拔了。天水林家最近組織了一支隊伍，跟瘋了一樣，到處搜尋我們的人。我打聽過了，是老五手下幾個人牙子起了貪心，把他家那小兒子搶過後推入了水裡，後來被他家的家丁救走了。没淹死還敢殺我們這麼多人，真當我黑風寨是軟柿子不成？老四，回去組織弟兄，3日後跟我趁夜色殺入天水城，把林家給滅了。是，二當家。算算時辰，大哥也快要突破炼氣了，不如就拿下天水林家，為大哥做出關賀禮。
經過幾日的修煉，蘇瑤已經踏足了胎息境後期。想起明天就是我的生日，該為我買點禮物。隨後他一躍上房，一步跨越數十丈，瞬間消失在靈府中。房內，我正在閉關衝擊胎息境巔峰，忽然敏銳察覺到靈氣湧動，第一時間睜開雙眼望向窗外。他該不會是想要逃走吧？雖然於情於理，蘇瑤都沒理由走，但我還是不放心，決定悄悄跟出去看看。另一邊天水城內主道寬闊，蘇瑤左顧右盼尋找着鋪子，看我整日修煉太過辛勞，想着買點藥材煮給我喝。就在這時，耳旁傳來一陣輕響，蘇瑤豁然抬起頭，一雙凌厲的眸子望向城門處。黑暗中有幾個人將衣物扔入草垛，空氣中漂浮着淡淡的血腥味道。幾息後，4個身穿短衫的漢子大摇大擺從陰影裡走到藥鋪前，卻再也移不開了。小娘子过來陪陪爷。緊接着，一把白色長劍出現在蘇瑤手中，同時一聲輕響貫穿了其中一個山賊的胸口，另外2名山賊轉身就逃。蘇瑤屈指一彈，2道靈氣精準穿透了他們的後腦，眨眼間4名山賊全部被蘇瑤斬殺。這時我緩步走來，邊走邊拍手道：“這些人修煉雜氣，下手狠辣，應該來自黑風寨。蘇瑤，你的身手越來越好。”同時我看了一眼旁邊的藥鋪，瞬間就明白他是看我最近修煉辛苦，出來給我買大補之物了，懂得尊師重道是好事。蘇瑤俏臉微紅，眼神有些躲閃，他本意是背着我挑選生日禮物，卻沒想到我也跟來了，被抓了的現行，確實有些不好意思。今日圓月高掛，是個殺人夜，為師帶你去見見世面。這幾個人明顯是先來探路的，把城門守衛解決掉，等到黑風寨眾山賊到來時，開門交易。算一算時間，黑風寨那批山賊差不多快要來了。接着我便帶着蘇瑤來到了城門前，我和蘇瑤站在城門前默默地注視前方，這也是我們師徒2人第一次並肩作戰。不一會兒，悄無聲息的城外古道便傳來了馬蹄聲，只見古道盡頭湧現出一片黑壓壓的人影，他們手持刀劍策馬奔騰，在皎潔月光的照耀下，凶悍撲殺而來。劍要見血才鋒利，記住，這是為師給你上的第一課。黑風寨4當家手持鐵刀，面帶獰笑，殺氣騰騰。二哥，前面怎麼站了2個小崽子？瞎眼了嗎？這2人都是修士，不知是誰家的崽子，這麼小就能踏足胎息境後期，倒是不俗。不過世家子弟又如何？黑風寨從不落空，來都來了，管他是誰，敢擋路一律殺無赦。我對着蘇瑤緩緩道：“為首那個獨眼龍是胎息境巔峰，也有幾位胎息境後期，但真要戰鬥起來，他們全都不值一提。因為我們所修煉的吐納法有傳承，是正統。”不是這群修煉雜氣的修士能夠比擬的。蘇瑤認真記住了我的每一句話，面前馬匹奔騰而來，如同一股狂風，衝得最快的老四舉刀就砍，臉上掛着充滿快意的狂笑。我神色冷凝，單手在身前掐訣結印，法力快速湧動，化作金色巨拳砸了過去。老四連同整匹馬被一起撞飛出去，摔入了泥濘裡。其他山賊接連舉刀衝殺過來，只見我身影展開，在人群中輕鬆閃爍，手中靈刃狠狠接連落下，都是刀刀斃命。另一邊蘇瑤也被山賊包圍，他揮動飛雲劍，動作起初生澀，隨後變得流暢起來，一雙眼眸也愈發凌厲，可以清晰看到對方每個細微動作，從中更是迸發出凌厲劍意。天生劍體神劍之謀，生來便是做劍仙的料。我看了他一眼，見他很快就進入廝殺狀態，總算是鬆了口氣。獨眼龍2當家瞳孔劇烈收縮，他在人群中接了我一招，被靈氣直接震退，虎口崩裂，鮮血流出。你修的哪家傳承？黑風寨的雜氣修士也敢主動上門來找死？我獰笑道，略顯稚嫩的俊美臉上閃過凶意。前世我是魔道少主，論廝殺和生死戰，誰比得上我？我反手甩出利刃，斬向了2當家。他臉色冷凝，一拍馬背，整個人高高躍起，瞳孔怒睜，從背後拿出一把大弓，瞬息間完成張弓搭箭的動作。弓箭附帶靈氣殺來，破空之音很是刺耳，氣息鋒利。我神色沉着，抬手一抓，竟是反手將那一箭握於手中。只是這一箭力量太大，連我自身都被朝後一帶，像是沒能站穩一般。2當家狰狞殺來，反手掄起大弓砸向我，我卻是笑了笑，馬上以絕妙操控穩住了身形，後矮身抬手朝前一步刺出，撲哧一聲將那箭矢送入了2當家小腹。2當家得意的神情凝固，他哇地吐出一口鮮血，不可置信地望向身下，他怎麼都沒想到我對身體的操縱竟是達到了如此絕妙的地步。我冷冷望着2當家的屍體，黑風寨殺人放火，拐賣搶劫，無惡不作，也該覆滅他們了。我又看了蘇瑤一眼，這小妮子一手飛雲劍在人群中殺進殺出，身法敏捷，速度也快，讓人連一腳都摸不到。這時城門口，林家組織了一批侍衛趕來增援，統領靈虎看着被我和蘇瑤殺得潰敗的山賊，下巴差點掉在地上。黑夜中，2人凝聚靈氣，形成月華般的利刃，凌厲的斬殺一次又一次的出現，將那些山賊劈開。按照這樣的速度，最多一盏茶的功夫，這群山賊就要被殺光了。旁邊有個侍衛沉聲問了一句：“五爺還上嗎？還上啥？人都殺完了，收拾一下善後吧。”這邊蘇瑤將飛雲劍從最後一名山賊胸口拔出來時，臉上已經濺滿鮮血，但一雙大眼睛卻透出凌厲。我笑着問他感覺如何，感覺到我的目光，蘇瑤立刻恭敬拜下。师尊他們肯定還有一部分人留守山寨，應該去斬草除根，
這是夫子教的。聞言，我怔了怔，看着他那張被鮮血映襯得愈發白皙的小臉，以及那双閃烁着光芒的劍眸，我心裡想着，莫非路走偏了？她将来到底会成长为神女還是妖女呢？此战过後，我也正式向家族众人宣布，天水林家将从普通家族晋升为修仙家族。我将3品和4品的吐纳法交予外姓与支脉修行，同时将云泽山设为主脉居住之地，城内由分脉治理以及设立房市、種植灵道等同時進行。半年後，越國的一處妖洞裡，一對練氣期的少年少女正揮劍廝殺着豬妖，正是我和蘇瑤。剛用小鼎結果了最後一頭豬妖的我，抬頭望向正在2頭虎妖中飄渺游弋的蘇瑤，她額頭露出汗水，俏臉上的神情絕對專注，眸中更是迸發出凌厲的劍意，越戰越嫻熟。看着前世記憶中高冷無情的女劍仙，今生化作一個尊師重道的女孩，我心情也好了不少。蘇瑤身如游龍，飛雲劍的攻勢紛紛落在2隻虎妖身上，感覺和妖族廝殺起來時功法太弱，還請師尊多傳授一些猛烈狠厲的殺人手段。你初入劍道，對此道修行還不夠透徹，等什麼時候能揮出數十丈遠的劍氣，功法之力自然會提升。那什麼時候才能做到劍氣外放？跟境界無關，跟劍道意境的感悟有關。你踏入此道沒多久，至少還要再修煉上3個月。蘇瑤點點頭，有些不甘心的撇撇嘴，心裡想着一定會努力修煉的。而這時，我已然是迫不及待想要進入這妖洞。這是前世蘇瑤所得到的第一處機緣，造化在她修行前期幫了很大的忙，以至於後面進入深淵禁地時，她還能記得此事。而這次我帶蘇瑤前來，正是助她提前拿到資源。眼看已經沒有了妖物阻礙，我特地讓蘇瑤走在前方，以免自己觸發了機緣。走到深處，我發現前方的石牆上刻有文字，終究未能逃過一死。今日隕落至此，別無他想，只惋惜這身劍道無人傳承。落款是2個字：水月。我眸子一凝，呼吸微微凝滯，原來是水月真人的傳承。要知道，水月真人可是青雲宗用劍最強的子府境強者之一，而他幾十年前意外身亡，前世青雲宗一直未能找到他作畫之地。沒想到這傳承竟然落入了蘇瑤之手。不過今世就變成了蘇瑤和我了。蘇瑤不愧是天命之女，這種傳承一般人能得1、2都能成就一方巨頭，她卻撿到手軟，也從側面證明自己的抉擇有多麼明智。我笑容燦爛，嘴角都快要裂開了。蘇瑤眨了眨大眼睛，一頭霧水。師尊，這上面寫的什麼字啊？我走上前，在石壁上方一番尋找，找到了一道雕刻勾勒的符文，觸碰後一道光芒綻放出來。與此同時，還有一道威嚴的聲音：得到老夫認可者，才能踏入這一方遺跡。蘇瑤驚喜地捂住小嘴。遺跡？這裡面莫非是有寶物不成？師尊，我們運氣太好了，這妖洞內居然有一處傳承地，也不知裡面是什麼。他需要檢測劍道天賦，才能確定打不打開。說着，我抓起蘇瑤的手腕，將她拉到了石壁前。隨着那光芒照耀在蘇瑤小小的身體上，一抹柔和的劍意隨之升騰而起。幾息後，一滴鮮血從蘇瑤眉心處湧現，注入了那石壁上的符文內。隨着石壁發出轟隆巨響，居然朝着2側打了開來。我看向裡面，古樸的陳列只有石床、石桌等一些舊物，角落裡擺放着一把遍佈灰塵的法劍，以及一本古冊。石桌上放置着一個儲物袋。我心思一動，抬手將儲物袋抓起，注入靈氣探查。儲物袋內放着500餘枚靈石、一些丹藥以及幾本功法。蘇瑤撿起了那遍佈灰塵的法劍，入手輕輕一彈，伴隨一聲猙鳴，這法劍灰塵全部抖落，綻放出耀眼寒光。她忍不住輕聲道：“好劍啊！這莫非就是那位真人所用的法劍？”我看了一眼劍柄上的銘文，低聲道：“落水劍。”雖然這是一把築極巔峰的法器，但經過水月真人經年累月的溫養，更是威力可怕，價值連城。另一本古冊則是真人留下的劍道經驗，我翻了幾頁便將其遞給蘇瑤。這把劍和這份劍道傳承，你都拿去吧，拿回去後好生修煉，望早一日練出劍氣。蘇瑤努了努嘴，有點要哭出來的意思，心裡想着我這個師尊對他是真好，雖然年紀小，但他也能看懂這把劍是山洞裡最珍貴的法寶，我想也不想就讓給他了。我當然知道他在想什麼，我翻了翻眼皮，誰說我不想要？可關鍵要不成啊，我又不是劍修，這落水劍拿在我手中只是個鋒利點的法寶，純暴殄天物。至於那傳承書冊，只能說我不懂劍，根本看不懂。心裡這麼想，但我表面上還是露出溫和的笑容。你在劍道意境的天賦如此恐怖，將來肯定是要成為一尊舉世無雙的劍仙的。蘇瑤揮了揮拳頭，大眼睛中滿是堅定。我一定會努力成為劍仙。天色漸亮，兩人順着妖洞走了出去。才剛離開這片山脈，就聽得前方雷聲大作，浩瀚的聲浪炸開，震懾心扉。那是越國桐原城的方向。我皺眉看向那邊，有不少練氣期的戰鬥氣息，也不知道現在能不能守住。這桐原城之所以遭受攻擊，也是因為野豬妖需要修士的鮮血去開啟那一處遺跡。如今遺跡內的傳承已為自己所得，桐原城那邊若是能幫，理應幫上一把才是。想到這，我便帶着蘇瑤御風而行，很快就來到了桐原城的正面戰場。此時雙方一共投入了10餘位練氣境修士，正在廝殺。那群人族練氣境個個掐動法訣，召喚雷霆對敵，可惜還是連連敗退。在大妖如潮的攻勢下，左右之處，為首那豬妖獰笑着，又一次揚起了斧頭。就在這時，我忽然察覺到身旁蘇瑤的呼吸節奏有些不對，轉頭望去，發現他雙眼通紅，正死死盯着那手持大錘的豬妖。師尊，正是他滅了我的村子，我要殺了他。蘇瑤眼眶通紅，提起飛雲劍玉氣殺了過去。他俏臉繃緊，滿是怒意，因為情緒激動，連握住劍柄的手指關節都泛出了一抹蒼白。我生怕蘇瑤因失去理智而身陷敵陣，也是緊隨其後，隨時護衛着。
此時下方幾名修士的模樣早已不復最初那般超然世外，渾身是血，衣衫破爛，个个负傷。他們大吼着：“這樣下去不行，我們防線快撐不住了，這群大妖瘋了一樣。”他們勢必要在今日破城。之間除去那幾尊大妖外，還有數十名胎西境小妖，以及大量沒有修為的綠妖，源源不斷衝向城頭。而那群修士邊戰邊退，身後已是城門。他們回身望一眼，臉色難看。再這般下去，城池必破。同源城是座屹立在邊境的大城，一旦城破，恐怕裡面數百萬凡人都要遭殃。那手持巨斧的豬妖哈哈大笑，連續劈砍。他面前是一名20餘歲的青年，一位風度翩翩的世家子弟，可此刻已然是狼狽不堪。這時一道身影從遠處殺來，他身上穿着一塵不染的藍色道袍，俏臉冰寒，眼神中透出凌厲的光芒，令人面頰生寒。他手中緊握着的飛雲劍，居然在這一刻綻放出幽幽的紅色劍光，周圍更是劍意升騰，如同血紅色雨點。那豬妖察覺到了不對勁，壓根就沒有回身望，猛然揮動斧頭，橫着斬向了蘇瑤的身軀。蘇瑤毫不退縮，主動迎上，將飛雲劍豎着劈了出去。看似古樸的一劍，卻在殺出去後猛然激發出一道刺眼的劍光，在這片虛空中顯得極端可怕。看到這一幕，我臉上飛速閃過一抹錯愕，這是劍氣。沒想到憤怒之下的蘇瑤竟是直接斬出了這道劍氣。不僅是我，就連那正面迎接這一擊的豬妖都大吃一驚。沒想到蘇瑤竟然是萬中無一的劍修，那燦爛的劍氣弧光在這一刻顯得非常耀眼，整個戰場仿佛都靜止了。無論修士還是大妖，都將臉轉過來緊盯着這一方天地。一聲輕響，豬妖手中那巨斧連同他的身軀被劍氣橫斬而過，他一個踉蹌，瞳孔劇烈收縮，嘴裡想要罵些什麼，卻說不出半句話，只能吐出一堆血沫。接着豬頭倒地，一招秒殺。蘇瑤雙腳落地，他眼眶微紅，不斷喘息着，這並非畏懼，而是大仇得報的激動。1年前他的村莊被妖族屠殺，所有村民都被殺了個乾淨，就為了找那擁有傳承的白玉珠。而他目睹這一切，不敢發出半點聲響，只敢深深躲藏在泥沼裡，拿污泥掩蓋身上的氣味。1年後自己修煉有成，達到煉氣境，以一道劍氣斬殺了當日帶隊屠殺村落的豬妖。其他大妖大漢，他們放棄進攻，都朝着蘇瑤圍殺過來。別放過這個女子！這時我面龐幽冷，站在了蘇瑤身邊。想動我徒弟，問過我沒有？說完，我對蘇瑤使了個眼色，兩人同時殺了上去。其他煉氣境修士後知後覺，在意識到自己這邊佔據優勢後，也是紛紛出手。隨着這些修士共同出手，花費了半個時辰，總算是將這群大妖斬殺乾淨。眾修士像是心底石頭被搬走一般，長鬆一口氣，臉上浮現了難得的笑容。多謝兩位道友出手相助，這世間仗義直言者少，願意拔刀相助者就更少了。敢問兩位道友來自何處？這般年輕，莫非是世家嫡系？確實像我和蘇瑤這麼年輕的煉氣境，放眼整個越國都極其少見。同源城主將是一名煉氣境初期的漢子，他受的傷最重，身上的鎧甲已然有多處崩裂，傷口極深。只見他對我和司慕瑤一拱手，在下武和，在此謝過兩位道友，不如進去聊。這外面風沙太大，血腥味太濃。隨後在武和帶領下，我們這批修士進入城內，迎面而來的便是眾多百姓的歡呼喝彩。他們站在兩側夾道歡迎，每個百姓臉上都是激動興奮。一旦城破，修士還能有手段逃走，但他們卻逃不掉。其他修士都是一臉驕傲，微微點頭，就算回應過了。只有蘇瑤連連向那些百姓招手，顯得很是開心。我背負雙手，面含淡笑。在我看來，修士未必就得是高高在上的，對一切生靈視若螻蟻，生殺大權全掌握在自己手中，倒是能擁有一些繁星也不錯。我不希望蘇瑤成長為前世那位冷面無情的女劍仙，為修成劍道拋卻七情六欲，人不似人，有什麼用途？就在我們一行人到城主府之時，一道跋扈的聲音傳來。怎麼耗了這麼久，足足7日才守住這波大妖攻城？那些大妖的腦袋都割下來了嗎？只見庭院內，一名衣衫高貴的世家公子哥正搖着折扇，滿臉不耐。這人正是越國宋家少爺宋少賢，族中有築基老祖，他自己也被青雲宗選中了弟子名額。此時來這邊，將正是為了混功勳而來。城主武和滿臉堆笑地迎了上去。同源城主將武和見過世子，現在是世子，馬上就要稱上宗仙人了。這段時日，我和武將軍一起並肩作戰，多次打退了妖族攻勢，戰友情誼應當牢記。世子只身一人斬殺數尊大妖，孤身守住同源城，如神兵天將，威風八面。等回頭寫折子時，我必然要為世子請得應有的功勞。不錯，早點寫好奏折，本世子就在城主府等着。武和恭敬點頭，可在轉過身去的那一刻，他眼中滿是苦澀。這該死的世道！蘇瑤不知什麼時候站到了我的身旁，他低聲抱怨道：世尊，這不公平，那群修士拼命得來的聖果，卻什麼都得不到，拼死拼活，九死一生，到頭來一切白白為了旁人做嫁衣。真要論首功，每次都帶頭衝鋒的武將軍才最有資格獲得，要麼便是最後趕來增援的師尊，怎麼輪都輪不到他呀？你能有這樣的認知，為師很欣慰。你終究會明白，
這個世界不是非黑即白，而是一抹精致的灰。师尊形容的真是恰到好處。我哑然，类似的话我前世也跟苏瑶說过，当时得到的是他截然不同的回应。正道是白，魔门是黑，若杀光魔门，便没有了屠杀、压迫，这个世界就会走上正轨。1日后，我和蘇瑤正在城中閒逛，突然遠處驟然傳來一道天崩地裂的炸響，接着有濃濃的妖氣釋放，遮天蔽日，恢宏如潮，妖族又殺來了，城門都打破了。不知是誰率先喊了一句，四周百姓眼中滿是惶恐之色，一個個飛速朝着家裡逃去。另一邊城外，一尊身材龐大的虎妖正橫立在城門前，面帶獰笑。這一拳只是小小懲戒，我家大人正在趕來，路上最多一炷香的功夫，你們就會明白恐怖二字何解。這虎妖氣息凝練，赫然是一位練氣境中期，那他所說的大人可能就是練氣境後期。這時宋少賢和那家族老者也來到了城頭，只見他掃了一眼那虎妖，淡淡道：不過練氣境中期的大妖而已，何至於這般恐慌？世子有所不知，這虎妖雖然只是練氣境中期，但他口中的大人乃是一尊練氣境後期蛇妖。武和雖然驚怒，但很快心中安定下來，有我和蘇瑤在，對付一個練氣境中期不在話下。這宋家老者隨身保護，宋少賢實力不弱，是練氣境後期，由他來對付那尊蛇妖，而自己帶領其他修士擊潰其餘妖族倒不是問題。只是小小練氣期妖獸，這宋上門的功勳為何不要？讓城裡的百姓上城牆來看本世子的威風。不過一尊練氣境後期而已，這窮鄉僻壤之處又能有多強？這時遠處一尊身材高大的蛇妖御騎而來，他足足有3米多高，頭顱高高昂起，樹瞳中透出冰冷寒意，不斷吐着信子。而在那蛇妖身旁還跟着5頭練氣境初期的大妖，加上那練氣境中期的虎妖，一行7尊大妖，妖氣滔天。老者臉色豁然一變，他並非吞吐雜氣修煉而成的妖獸，乃是有完整傳承在身上，絕非尋常大妖，至少也來自一些妖中大族。宋少賢也是一驚，失了方寸，慌亂不已。你怎麼不早說？現在怎麼辦？老者傳音，他臉色一樣很難看。少主，立刻就走，有這蛇妖在，桐原城必破無疑，全當我們未曾來過。聞言，宋少賢看了一眼城頭上的那些百姓，心中微定，還好有這群凡人來吸引注意力，可以讓他們安然逃走。而城頭上原本正在歡呼的百姓齊齊議政，他們相互對視一眼，神情極為不解。為首的仙人怎麼臨陣逃走了？武和沒想到這兩人如此無恥，竟未戰先怯，直接拋下其他人逃了。這讓武和忍不住在心底瘋狂大罵，讓百姓登上城頭的是他，要讓所有人圍觀殺敵，英姿的是他。結果看到對方妖族實力強大，率先逃跑的也是他。蘇瑤想要留下，可他清楚的知道那蛇妖有多恐怖，久久做不出決定，只能將求助的目光投向我。你要知道，這個世界有很多不平事，很多時候我們是沒法全管的。蘇瑤看向城頭上的人群中，有白髮老翁，有婦人孩子，頓時他紅了眼眶，垂頭喪氣道：師尊，我知道了。我的眼神逐漸冰冷下來，將幾張符籙扣於手中。但有些時候也可以破例，就比如這次，既然看到了，若不救，心中怎會暢快呢？再說了，這蛇妖本就是衝着你身上的白玉珠而來的，此事因我們而起，自然也要因我們而結束。蘇瑤一聽，頓時樂開了花，連連拍手。我就知道師尊最好了。他並不覺得妖族可怕，也沒有大戰來臨前的緊張感，只是單純為這麼多百姓可以獲救而感到開心。這時，武和面露苦澀地看向我和蘇瑤。道友，我沒想到越國宋家這位世子這般軟蛋，大名在外的上宗子弟，連戰都不敢戰就逃跑了。他看了一眼愈發逼近的蛇妖，低聲道：你們非我越國人士，先前願意出手相助，就已經算是大恩大德。眼下這般，實在沒有必要把命給搭進來。來都來了，不戰上一場，有點可惜。武將軍放心，我們自有對策。終於那蛇妖兵臨城下，他用那樹瞳冷冷掃了一眼城前修士，嗤笑道：我那群手下還真是廢物，連這點實力的城池都拿不下。那虎妖立刻彎腰退向一旁，同時低聲道：大人，你要找的白玉珠就在那女娃身上。蛇妖咧嘴一笑，露出殘忍的神情，抓住那個女娃，給我送過來。那虎妖得令，立刻獰笑着出手殺來。只見他虎爪探出，攻勢恢宏，勢大力沉。蘇瑤持劍而起，在身前一擋，隔下了虎妖的攻勢，接着反轉劍身，狠狠在虎妖掌心上一劃。那虎妖吃痛，收回了手，低頭一看，掌心竟是多了道深深的口子，不由得心底一驚。這女娃好俊的劍法！蛇妖樹瞳眯起，察覺到了蘇瑤的不俗，隨後揮了揮手：人族狡猾，心思頗多，不給他們翻盤機會，一起上！蘇瑤一手捏緊白玉珠補充着靈氣，另一隻手凝聚劍氣，單人對上了蛇妖，可劍氣卻還奈何不了對方。不過蘇瑤還有底牌落水劍，只是動用之時，必然是決一死戰的關頭。我則對上了那頭虎妖，各種法訣向他轟去，憑借玄輪吐氣訣，我可以這樣打一天。見我師徒二人竟與兩位實力斐然的大妖廝殺在一起，而完全沒有呈現出淒慘的敗相。武和立馬率領眾修士與妖亂戰。
此刻蛇妖久久拿不下蘇瑶，接着便使出了底牌，双手浮现出紫色的鳞片，攻势骤然加快，如狂风骤雨。见状，我抓住虎妖进攻空档，一记膝撞顶在了那虎妖下巴处，趁着虎妖张口惨叫之际，屈指一彈，将一张火球符送入了他口中，然后我潇洒的转身打了个响指，同时那俊美的脸上浮现出一抹玩味，瞬间庞大的虎妖身躯直接炸成几塊。我杀死那虎妖后也没有得意，立刻投入了围杀蛇妖的战斗中。蛇妖那阴狠怨毒的树瞳一眯，绽放出危險光芒，隨着一聲巨吼，它直接化作本體，成了一條10多米的長蛇。我從一旁飛來，抬手拽住蘇瑤的手臂，朝後一扯，將她從蛇妖的攻擊中拉開。可這樣她肩膀處還是多了一條傷口。我眼中透出冷色。其實在水月洞府，我獲得了一張築基7符籙，不過我並不打算使用，而是傳音給蘇瑤，讓她找機會使用落水劍。同時我獨自迎上蛇妖。蛇妖再度朝我殺來，我故意賣了個破綻，蛇妖的尾巴直接將我後背劃出一道傷口。這時蛇妖驟然察覺到一股可怕的寒意鑽入骨髓，猛然回頭，發現蘇瑤不知何時已經高高躍起，手持一柄古樸大氣的法劍，驟然斬下一道月華般的劍弧，凌厲完美、精準無誤地斬殺在了蛇妖後背上，繼而呈現出氣化模樣。戰陣內，蘇瑤望着連屍體都不存在的蛇妖有些發呆，他低頭望向手中的落水劍，他第一反應不是這劍多厲害，而是我這個師尊真好。這麼厲害的劍，我看都不看一眼，直接連同那古冊一併送給他，全天下去哪找像我這麼好的師尊？妖群首領已死，其他練氣初期的小妖，在我和蘇瑤手下都撐不過一盞茶時間，便被消滅。城門內無數百姓都圍在那裡，一個個從胸腔內發出嘶吼：多謝上仙救命，上仙大恩大德，永世難忘，這是上天派來拯救我們的神仙。享受着百姓的歡呼和擁戴，看着他們洋溢的幸福笑臉，蘇瑤忽然開口，以很認真的語氣道了一句：師尊，我忽然覺得保護無辜的人們，這就是修行的意義。我摸了摸蘇瑤的腦袋，旋即抬頭望向遠方，第一縷曦光已從東方浮現，代表着清晨，代表着希望。這條修行之路雖充滿荊棘，但卻未來可期。另一邊飛崖城內，這裡距離桐原城不遠，隨時都能收到那邊傳來的消息。城門附近的酒樓內，宋少賢和那老者正坐在窗邊，透過窗棂望向城外。他們一路狼狽逃來，風塵僕僕進入酒樓的第一件事，便是給自己上一道水靈術，沖去灰塵和疲憊，再從儲物袋中拿出衣物更換。一轉眼，宋少賢又變為了一塵不染的翩翩公子哥的模樣，就連折扇也有備用的。他面前桌上擺滿了美味佳肴，卻沒有動筷子的慾望，眼神中滿是狐疑。這都一夜過去了，居然還沒有桐原城逃難的百姓，有些奇怪。奇怪什麼？世子，那蛇妖渾身透出滔天煞氣，一看就知道是個厲害的主。既然沒人逃出，只能說明一件事：那些百姓都被封住了，還是老夫機敏，眼見部隊提前跑路，這才保下了這條性命。那老者一身修為，卻也是個貪生怕死之輩，此刻說起這些，搖頭晃腦，似乎為自己果斷的選擇洋洋得意。可惜了，就我手頭所收集的軍功，還不夠換來功勳的。這裡真是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東西。宋少賢搖搖頭，一想起那蛇妖渾身綻放的恐怖氣息，他就止不住一陣心驚肉跳。那絕對是大族的妖物，擁有完整傳承，真要打起來，自家族叔絕對不是對手。他也為臨時逃命沾沾自喜，並非誰都有這般決斷的。生死當前，一旦猶豫，恐怕就將被拖入深淵。再等等，按照時間來算，差不多到了午時，城外就要出現逃難的百姓了。妖物雖然可怕，但數量有限，哪怕破城，也不至於把所有百姓都封死。說着，他似乎在為自己先前的狼狽逃命找理由，自言自語道：我可是上宗弟子，將來是要成築基、充子府的，哪裡能在這等窮鄉僻壤之地搏生搏死？這時門外走來幾名衣衫破爛的漢子，他們邊說邊笑，找了處座位坐下。真沒想到，那桐原城主將這般強硬，愣是把這一波妖亂給平息了。我聽說，連那大山內的妖洞都被推平了，大功一件啊！幾名漢子的討論頓時引起其他酒客的注意，紛紛將目光投過去。宋少賢聞言嗤之以鼻，一摔筷子，臉上滿是不屑。一群無知之人，凡夫俗子，胡說八道！那漢子驟然被打斷，顯然很是不爽，陰沉着臉望來，發現宋少賢這身打扮後，頓時意識到對方乃是修仙之人，立刻瑟瑟發抖，低頭如鵪鶉般閉口不言了。世子不必多慮，想來也是這群人沒什麼見識，胡亂傳話。那老者伸手捋了捋鬍子，呵呵笑道：別的不說，就以最簡單的實力來推演，一方是練氣境中期和後期的大妖，帶着數名練氣境前期大妖殺來，凶狠異常；另一方卻只有幾個練氣境前期，連中期都沒有，這絕對是一邊倒的廝殺。桐原城以前倒是有座護城大陣，可在這一波又一波的妖亂中，早就被擊穿砸破了，就跟普通城池無異。這等程度，試問如何抵擋得住那群大妖的屠殺？我本就不曾放在心上，不過關於我收集功勳一事，確實還差了一道。如果桐原城這邊沒法成功，就只能勞煩家族前去其他城池收買。一旦我得到功勳，定會被重點培養。等過了此日，我就立刻向家族匯報。
把這件事情早點落實，也好讓大家心中安定下來。两人有一搭沒一搭的聊着，宋少賢有些心不在焉。那幾名漢子在他的呵斥下不敢多說，匆匆吃完飯就走了。宋少贤觉得那漢子說的話太離譜，根本不可能，可不知怎麼地，心中總像是有一根刺插着，很不舒服，難以自拔。一直到了午時，宋少贤眼睛直直盯着城外，仍然没有逃难而來的百姓，報喜的倒是有不少，一路策馬狂奔衝入了城主府。這下哪怕他信念再堅定，也開始出現裂痕。宋少贤伸手敲着桌子，不經意道：族叔看着一波一波的人策馬趕來，不知是為何事，不如拦下一個人問一下。那老者點頭，他心底同樣很想知道答案。眼看又一匹快馬襲來，他猛然躍出窗台，攔在了那匹馬身前。策馬之人是位胎西境修士，眼前一花，居然奇蹟般多了一人。他心底咯噔一聲，連忙勒馬悬停，臉色凝了凝。可是從同源城方向來。胎西境修士一拱手，旋即臉上浮现出喜色，是报喜来了，那邊妖亂已經平復，不知從哪天降了2位小仙人，擊潰了那練氣境後期的蛇妖，守護住了同源城。聞言，老者臉色豁然一變，同源城守住了，那些來犯的大妖全死了。那修士一臉疑惑，怎麼看面前這老者一副不高興的樣子，他也不敢多想，立刻唯唯諾諾。回前輩，正是如此。老者也不多言，身影玉气飛起，回到了酒楼內。妖亂確實平息了，那蛇妖正是羽蛇一族的嚴金燒，能對上號，卻被斬於城前。單單這一戰，就足以在皇帝面前換得功勳。那老者咬了咬牙，不知道我和蘇瑤到底什麼來頭，連那羽蛇都能斬。宋少賢努力想裝出一副不在意的樣子，可攥緊的雙手還是出賣了他的想法。他瞳孔剧烈收縮，雖然震驚，可也並非草包。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先去調查兩人的背景，如果真是世家子弟得罪不起，那好，他退讓一步；若沒什麼背景，那麼不好意思，這功勳他遠景宋家要了。老者也是這麼想的，立刻便下去安排了。宋少賢皺着眉頭在酒樓內等候，心急如焚。當天夜裡，那老者才趕回來，神色大喜。世子，調查出來了，是徐國的家族天水林家。他們這2年有些際遇，從凡人家族轉為修仙家族，但還遠遠稱不上世家。他們和平胡蘇家關係不錯，2家都有弟子在寒水峰修煉。老者還沒說完，宋少賢面色激動，豁然坐起身。不是世家就好，至於他們也有弟子在寒水峰修煉，我也是池元峰之人，縱然吞去這功勳，他們也說不出什麼。再說了，我宋家可是世家，我爺爺是築基仙修，若真撕破臉皮，覆滅他們只在一瞬。宋少賢來回踱步，越想越激動。現在就走，武和沒死吧？讓他從中間做個說客，勸說這2人把功勳讓出來，我宋少賢必有嘉獎。武和是個聰明人，想必知道該怎麼做。為了能在池元峰上擁有足夠的地位，宋少賢真是無所不用其極。宋家為了他這道功勳，不知道付出了多少代價。眼看時間就要到了，若無法收集到足夠的軍功，前面將徹底功虧一簣。宋少賢搓了搓手，臉色掛着燦爛笑容。明日一早，我們就出發前往同源城。不行，明早太晚了，恐生變數，絕不能讓武和提前把奏折上報。族叔，我們現在就走，立刻動身。那老者也點頭，正如宋少賢所說，一旦把奏折送出，就有些麻煩了，所以要盡快趕過去。2人立刻趕路，總算是在夜半時分來到了同源城前。望着燈火通明的城內以及狂歡的百姓，宋少賢不屑一顧：這群螻蟻倒是命好，連練氣境後期的大妖都沒能破城。2人飛入城池，直奔城主府。城主府內，武和等人正在暢快飲酒，笑容燦爛，我則一臉平靜地坐在那裡。白天的時候，我主動道出了妖洞被自己所覆滅一事，這令武和等人激動萬分。此舉意味着妖亂徹底平息，最起碼幾年內，同源城能迎來一段安穩日子了。武和忙不迭要申請功勳，把我列在首功之位，我卻拒絕了，只簡單交代了一句功勞是大家的。他們太過興奮，也不睡了，一起徹夜暢飲。這時門被推開，一名侍衛走進來，附着在武和耳旁說了些什麼，他頓時臉色一變，當即眸中滿是驚怒，道了聲抱歉，便匆匆走出了房間。蘇瑤美眸詫異，將目光投向我，滿是不解。我淡淡道：這是要來摘桃子了嗎？師尊，摘桃子是什麼意思？這城主府裡有種桃子樹嗎？我最愛吃桃子了呢。蘇瑤一聽到桃子2字，大眼睛都放出了燦爛的光芒，她忍不住搓搓小手，滿是期待。這裡的摘桃子是代指宋少賢他們來搶奪我們的功勞了。聽到沒有桃子吃，蘇瑤小臉一下垮了，她撅起嘴道：這2人怎麼這麼壞？當時逃得最快，看到妖亂平息就第一時間趕回來，一點臉都不要了嗎？其他人聽着2人的對話，皆是沉默。武和神色匆匆，且頗有些心事。縱然我跟蘇瑤不說這些，他們也能依稀猜到些什麼。有一位小族修士低聲罵着，他不敢太大聲音，生怕被外面的宋少賢聽到，可又不想一直憋在心底。然而他的話並沒有引來其他人的共鳴，眾人心情低沉，連搭話的想法都沒有。他們小族修士被徵召而來，拼死拼活，就想要賺取一些資源用以修煉，為何這般艱難？遠景宋家是築基世家，霸道得很，加上世子宋少賢即將進入青雲宗修煉，
萬事俱備，只差功勳。如果他們執意索要，試問一句，誰敢反抗？誰能不給？蘇瑤明顯有些氣憤。他們來搶我們的功勞了，這可都是師尊辛辛苦苦拼殺出來的，我們要出去嗎？我端起果茶一飲而盡，神色始終平靜，不帶半點波瀾，心裡想着不着急，再等等。此时城主府庭院內，月光之下，宋少賢臉上的喜悅簡直都要掛不住了。當然這種事情他才不會親自交涉，太丟份，柿子要有柿子的格調。宋家老者伸手拍了拍武和的肩膀，颇有些矜持道：没想到啊，你居然能守下这同源城，做得不錯。武和臉色一變，立刻搖頭：此事並非是我做的，我只是在其中起到了一些微末的作用。他還想說下去，宋家老者眼眸一眯，手掌暗自發力，捏疼了他的肩膀。武和錯愕，這才意識到了什麼，不再開口了。武將軍身為同源城主將，付出頗多。我聽說這座城池的城主死在了最初的妖亂之中，以至於城主位置始終空缺。我看武將軍有勇有謀，很受愛戴。你可以把自己的名字記在次公上，再加上我宋家為你美言幾句，升任同源城城主不算難事。宋家老者呵呵一笑，收回了手。他覺得自己所提出的交易，對方肯定會欣然接受。一個這輩子都難以繼續上升的主將，擺在他面前的是截然不同的富貴之路，誰又能忍住不選，甘願平凡呢？武將軍將這裡的功勞上報後，我可得到完整的功勳。加入宗門後，會得到一筆修煉資源作為獎勵。看你早年受了些創傷，導致根基不穩，未來恐怕難以持續進步。我可以送你一枚固元丹，縱然無法為你恢復傷勢，也能減輕許多症狀。宋少賢胸有成竹，他所給出的承諾都是普通人最渴望得到的東西，他不覺得有什麼理由會遭到拒絕。尤其是武和，他在戰場上極其勇猛，但私底下因沒有靠山的緣故，只能收起稜角。他是一個聰明人，還需要考慮嗎？這時武和深深一拱手：昨日那一場血戰歷歷在目，我們拼死抵抗，付出了許多犧牲，才將戰鬥贏下。若是世子想要我武和的功勞，我二話不說直接奉上。但若是想索要其他人的功勞，武和不才，沒法替他們做主。這番話他斬釘截鐵，眼神堅定，把自身態度表現得淋漓盡致。宋家老者笑容一凝，他沒想到武和會拒絕。緊接着，他那一雙幽深的眼眸死死盯着武和，在皎潔月光下愈發顯得陰沉。這可是一步登天的機會，也是你此生唯一的機會，你要放棄嗎？武和的脊梁可以彎，曾經彎過，今日再彎一次也無妨。可其他人不行，我的功勞可以給，但我沒資格替那些拼殺致死的人做抉擇，也沒資格為那些搏殺到最後的人做抉擇。聞言，兩人的臉色越發難看，尤其是宋家老者，瞳孔內已經透出凌厲殺意，猛然一巴掌朝着武和抽過去，似是要在對方身上宣洩全部的怒火。可他這一巴掌卻懸在半空，被一隻手抓住，無論怎麼拼命都難動分毫。接着我的聲音緩緩響起：若是你昨日在城前表現能有眼下一半硬氣，也不至於如喪家之犬般倉皇逃命了。我才不慣着他們，什麼狗屁宋家，在越國不過區區一新晉世家，根基不穩，真以為憑借一位達到築基境的老祖就可以鎮壓一切了？我眸中閃過不屑之色，手持2道築基境符籙，加上那一柄落水劍，縱然宋家那位築基先修親自出手也不怕。還有這件事情我本就占一個理字，莫非你還能強到一手遮天不成？宋家老者幾次抽手，感覺我那手腕極重，竟是有些難以抽回，不得已動用靈氣將他彈開，怒聲罵道：好小子，區區徐國小卒，憑借運氣被上宗選了名弟子上山修行，攀附上了上宗威勢，就敢在我們面前裝腔作勢了。徐國最強家族乃是平湖蘇家吧，連他們都不敢在老夫面前囂張，你又算什麼東西？你們徐國邊陲之地一直仰望我們越國，連你們國內的修士都羸弱不堪，簡直就是烏合之眾。閣下覺得自己厲害，還是那蛇妖厲害？我似笑非笑，聲音像是一把鋒利的尖刀，骤然刺入了宋家老者的心臟。他原本欲要說出口的長篇大論，骤然卡住，喉嚨耸動了幾下，就好像有一只手掐住了脖頸。那一瞬間，他們發現自己絞盡腦汁也說不出反駁的話。真要打起來，他捫心自問，絕對不是那蛇妖的對手，縱然能活命，也得一身重傷。那個蛇妖是我師尊殺的。這時蘇瑤冷着小臉走過來，跟我並肩而戰，他個頭要矮上一些，頗有些小鳥依人的感覺。宋家老者和宋少賢兩人臉色都很難看，他們本欲以勢壓人，奈何我完全不吃你這一套，不服就打，可是還打不過。這時宋少賢主動踏前一步，對着我呵呵笑道：你能在這個年紀擁有這般修為，確實奇遇不俗，年少有為。但你林家歸根結底比不過我宋家，若是鬧得太僵了也不好。沒什麼不可以談的，我眼下確實非常需要這份功勞，用作功勳。等進入池元峰後，我大可以將多得的修煉資源分你一半。除此外，你還可以向我提一個條件。所謂交易，就是你情我願，只要我能拿出讓你滿意的東西，互相交換一下也未嘗不可。大家未來大概率可踏足築基，既然都是築基先修的胚子，
則沒必要撕破臉面。你說呢？我確實有一個條件，那就是你們立刻給我走，別礙眼。宋少賢臉上的笑容緩緩凝固，他深深看了我一眼，眼看去一言不發，眸中盡是嘲弄。他像是被踩到尾巴的猫一樣暴跳如雷。好小子，這般蔑視我，今日之事我絕不會這般作罷。說完，他氣冲冲地轉身離開。宋家老者陰沉地看了我一眼，眸中殺意瘋狂綻放，毫不掩飾。待兩人走後，城主府的庭院內又重新恢復了寂靜。世家一向如此，不止宋家，他們霸道慣了，總覺得除他们以外，皆為螻蟻。另一邊，宋家老者宋少賢二人在城內找了家酒樓，入住時被掌櫃認了出來。雖然那掌櫃表面沒說什麼，但等他們離開後，還是露出了鄙夷的目光。不要臉的東西，喊我們過去觀戰，自己卻臨陣脫逃。掌櫃狠狠罵了一句，眼神陰沉。旁邊的女人立刻捂住了他的嘴，驚惶道：老爺，這可是仙人，你怎麼敢的？仙人又怎麼了？那些在城前守護我們的仙人才值得我們尊敬，他們不配。掌櫃梗着脖子，想起昨日城前發生的事情，他还是止不住动怒。没有這個能耐，就不要胡亂許諾，差點害死了我們所有人。哪怕過去一日，他仍然耿耿於懷。房內，宋少賢眼神低沉，族叔想些辦法，若明日無法讓武和改變主意，這功勳就真拿不下了。時間有限，眼下他即將要進入上宗，已經沒有功夫再去其他地方尋找功勳了。林家那邊，老夫立刻派人去談，小門小卒而已，只要稍微給點好處，恐怕就會答應下來。他一個年輕人能有多少話語權？於是當天夜裡，宋家老者就派人前去越國天水林家去洽談此事去了。宋家出動了2位練氣境初期，可謂是氣勢不俗。在他們看來，2位練氣境初期放在小族中乃是頂天的存在。料想那林家也不敢獅子大開口。同源城本就在邊境處，距離天水城算不上遠，加上2位練氣境策馬奔騰，趕路倒是夠快。他們領命一刻不敢休息，終於在正午時分到達了天水城。這2人一老一少，一個是宋家老者的弟弟宋牧，年輕人是他的兒子宋少劍，是一名功伐凌厲的劍修。這2人都是世子一脈，也都是鐵了心跟隨宋少賢的，所以宋家老者才會放心派他們前來。宋少劍渾身氣質凌厲，眼神冰冷，開口道：爹，族伯怎麼說？區區小卒而已，若不聽話，我真想一人一劍讓他們齊齊滅族。必要時刻可略微出手懲戒，只要不下殺手，事情就還有斡旋的餘地，都是青雲之下，不看僧面看佛面。健兒，你還是要收斂些性子。這城外村鎮倒是規劃的整齊，治下凡人面色紅潤，看來是能夠吃飽的。他走向稻田，伸手抓了一把灵道，放在鼻尖嗅了嗅，旋即啞然失笑。可惜地質不行，邊陲小國而已，又如何跟我越國土地相提並論？光是這靈道，至少與我家種植的差出3成靈氣。不過這種種植手段卻是未曾見過。宋少劍沉吟，旋即抬手一抓，將遠處一名正在種稻的老農射來，猛然拽住了他的衣領。這1畝地能產多少斤靈道？那老農明白對方是位仙人，手段不俗，立刻跪倒在地，惶恐不安。回仙人，這1畝地能產50斤靈道。靈道要吸收的養分很多，尋常地質難以支撐，哪怕是那些大世家動用手段培育，1畝地能出20斤都算高產。宋少劍一聽嗤之以鼻，小地方的老農沒有見識，胡言亂語。他抬手一甩，將那老農扔了出去。若對方回答20-30斤，宋少劍可能還會在意一些，開口就是50斤，可笑至極。那老農摔了個跟頭，灰頭土臉，他不知道自己哪兒做錯了，如實回答也不對。他不知這靈道是什麼用途，只覺得比他們尋常所種的稻子差了太遠。若用來種植尋常稻子，1畝地至少能產200斤粒。這靈道的種植手法自然是我傳下來的，是上一世我於南州學到的，倒也不算多麼高深。只不過南州是修仙正統，宗門多如牛毛，一些手段自然是要高深些。2人一路走入天水城，沿途打聽林家所在地，很快就有一位青年湊上來。2位仙人可是來找我主家？小的是天水林家的外姓，名為張鐵生，承蒙主家照顧，才踏上修煉之路。我觀2位貴客氣質不俗，應當是4主家那般強大的仙人。若是去尋主家，我可於前面領路。張鐵生曾經是張家的少爺，只不過現在沒有張家少爺了，有的只是林家外姓張八斗之子張鐵生。張八斗正是張家這一輩的領頭人，正是他做主投靠的林家。說起來，天水城這一脈，張家跟金川張家還能論上親戚，朝上數3、5輩都是兄弟，只是後來出來討生活，在天水城安了家。事實上，他們的選擇是極為正確的。金川那一脈的張家日子也不好過，需要仰仗林家鼻息，哪怕投靠也是分遠近的。天水張家張八斗這一脈明顯要更親近些，好幾次金川那邊都派人前來想要拉攏關係呢。張八斗時不時都覺得自己實在太明智了，走了一步好棋。平日裡他教導張鐵生一定要跟主家打好關係，盡一切所能靠攏過去。
主家這位少爺可不是池中之物，將來必有大仙緣。宋少劍掃了他一眼，不過胎息境中期，這點境界不值一提。回仙人才修煉半年，我天赋不夠好，给主家丢人了。宋木眉头一锁，若非天生灵窍，寻常人想要修炼难上加难。按照他这个年紀，縱然有吐纳法，也不該半年內就踏足胎息境中期，這速度屬實太快了些。張鐵生哪能聽不出宋木這試探的意思，心底冷笑，還真把我當傻子了，問我這些我能說嗎？於是他裝傻，我不知道什麼極品，主家仁慈，一向待我們很好，說不定我們修煉的是一種仙法嘞。聞言，宋木心底鄙夷，小卒就是小卒，連等級尊卑都沒有，更不懂育人之道。外姓和主家修同樣吐納法，就不怕2代人後外姓做強反欺主家。想到這裡，宋木也沒有繼續追問下去的想法了。林家發展迅速，或是因為得到了品級不低的吐納法，只可惜底蘊太差，未必能長久。張鐵生將兩人帶到了雲澤山前，道了聲稍等，就立刻進入了陣中匯報。聞言，宋木心底鄙夷，小卒就是小卒，連等級尊卑都沒有，更不懂育人之道。外姓和主家修同樣吐納法，就不怕2代人後外姓做強反欺主家。想到這裡，宋木也沒有繼續追問下去的想法了。林家發展迅速，或是因為得到了品級不低的吐納法，只可惜底蘊太差，未必能長久。張鐵生將兩人帶到了雲澤山前，道了聲稍等，就立刻進入了陣中匯報。宋木看了一眼，一臉震驚，整座山都被煉氣境的護山大陣罩住了。這林家哪來底蘊建造這等級別護山大陣的？強如他們宋家，身為世家，護山大陣也僅僅只是煉氣境，一個小卒居然在這一點上能和他們持平。不一會，張鐵生隨着一位少女走來，少女拱手，朗聲道：“我乃天水林家林莫寧，兩位道友前來拜訪，有何貴幹？”雖然宋木比他年長，但都未煉氣境，林莫寧稱一句道友也沒有不妥。宋木看到林莫寧的剎那，眸光猛然眯起，心底止不住咯噔一聲。面前這林莫寧年紀不大，竟是煉氣境初期，算是我和蘇瑤這一族，光是年輕一輩中就有3人達到這個境界，勢頭甚至比一些老牌修仙家族都要迅猛。片刻後，宋木才笑道：“我等來自遠景宋家，是越國新晉的修仙世家，前來找上貴族是有一樁生意要談。既然是談生意，便請入陣。”林莫寧眼神透出溫和之意，唇角帶笑，似是涉世未深，可熟悉他的人知道，他一旦如此，便是要進入狀態了。